先问大家一个问题，2026年了，全世界都在卷 AI， 卷低空经济，卷那些听起来像未来世界的项目，为什么大马最聪明的那批钱，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回流到那些老掉牙的银行股？你可能会想，阿福，你这就落伍了啦，隔壁小王买 NVIDIA 翻了几倍，你叫我去买银行股说就为了那一点点的股息，这不是在浪费青春吗？这就是典型的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你看那些像我一样在 AI 浪潮里被割得不开的散户，最后是不是都回来看银行股？因为在大马，银行不是在做生意，银行是在合法印钞票。今天我们要聊聊为什么2026年会被称为银行股的股息大爆发年，那个听起来像外星咒语的 Basel IV 巴塞尔协议 IV 怎么就变成了我们的夹心通知书？保险公司在年尾水灾季是在赔钱，还是在悄悄转型？看完这一集，你对金融股的认知会直接超越那个只会教你存定存的邻居。我们直接挖出2026的股息密码。首先，我们要看懂外资的心理。为什么一旦地缘政治搞到全球乱成一团的时候，外资第一个先往大马银行里钻？逻辑很简单，避风港效应。你看我们的马路，动多到可以种树；你看我们的政策，右腾快到连喂死都迷路。但在这一片混沌中，只有银行股稳的像看理综伟比赛，只要他在，你心就不慌。比起那些动不动就债务违约的发展中国家，大马银行现在简直是资本界的模范生。他们现在的股息率高到连对岸那群整天算计着汇率的新加坡人都要一边喝着5块钱的 Kopi 一边流口水，这种感觉就像是在选相亲对象。 AI 股是那种会带你去夜店蹦迪，给你画大饼的坏男人，刺激但没安全感。而银行股是那种每天准时回家煮饭，月底把薪水交到你手里的直男。虽然生活有点枯燥，但胜在有粮出啊！你不好奇吗？我刚才提的那个 Basel IV 到底是什么鬼？听起来像某种新型病毒。听好了，这是2026年最重要的送钱逻辑。以前大马国家银行 BIM 怕银行倒闭，规定银行必须把大量的钱锁在保险箱里当储备。26年新的 Basel IV 框架下，计算风险的方式变了。翻译成麻瓜语就是银行突然发现，原来保险箱里的钱装得太满了。按照新规，他们不需要留这么多不会钱生钱的钱。那多出来的钱怎么办？不能拿去买猫山王，只能发还给股东。这就是为什么投行预测2026年多家大银行可能会宣布特别股息。这种天掉下来的馅饼不是年年都有的。这就像是你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婆，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老公，今年家里存款达标了，这500块拿去 happy 吧。这种事儿懂的都懂，可遇不可求啊。既然要深入了解银行业，我们就要看他们是怎么赚钱的。以前银行靠你买 Mavi 买 Condo 的贷款过日子，那是稳健但无聊。但现在风向变了。2026年的关键词是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第13大马计划，承包商要开工，工厂要扩建，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商业贷款。这种贷款的利息虽然竞争大，但量大啊。你可能会问，银行借这么多钱给公司，万一公司倒闭了呢？是的，如何避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盯着 NIM 净利息收益率，简单说就是银行低价拿你的存款，高价借出去的中间商差价。投行的判断是 NIM 已经跌到底了，现在是稳定期，只要不再打定存价格战，银行的利润就非常安全。顺便提一下，有些大银行已经在玩 AI 审核贷款了，这是优化他们的运营开支管理。就像有些 McDonald's 已经装了自助点餐机，前期投资贵，但以后不用请那么多阿办，效率自然就上来了。看到这里，如果你急着熬脸，我要给你泼冷水了。2026年有2个坑你要避开。第一，流动性收紧。如果大家都想借钱，银行手里的钱变紧了，他们就会去抢你的定存。你看到定存利息升到 4%， 别太高兴，作为股东，这叫资金成本上升。第二，资产质量看 NPL 不良贷款。虽然大马银行底子厚，但这种风险是慢慢变色的，就像一粒苹果，它不会今天好好的，明天就烂掉，它是从心里开始黑的。如果有些 SME 撑不住，坏账准备金就会吃掉股息。所以我们要盯着那些资本缓冲 Capital Buffer 最强的银行，比如投行点名的 RHB 和 Public Bank。 好，讲完银行，聊一聊它的表弟保险业。这个表弟2026年出过的有点惨，给你3秒，你猜到为什么了吗？是的，答案是年尾一定会下大雨，保险公司要赔车主钱。季候风 Monsoon Season 是保险股每年的渡劫期，
再加上 SST 8%的扩张，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被压得很薄。但别灰心，投行居然给保险板块看好评级，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正在玩变身。第一， Co-payment 共同付费模式。以前你有 medical card， 进院是全包，自己根本不用掏钱，现在要你自付 10%， 这就像公司请你吃杂饭，你以前拿2只鸡腿，现在要你自付2块钱，你可能连咸鱼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大家就不会乱进院，保险公司的理赔成本就保住了。第二，重心转移，以前靠卖车险，利润比纸还薄，现在他们专攻活险、旅游险，这些是高毛利产品，也就是所谓的赚钱不辛苦，辛苦不赚钱。所以 Allianz 和 LPI 依然是行业的风向标，虽然雨在下，但他们的雨伞资本实力够大。好啦，今天讲的差不多了，复盘一下2026年金融股的3个真相。第一，股息不是福利，是释放巴塞尔协议 FOL， 让原本锁死的资本变成股息派出来。2026是拿红包的大年。第二，动力切换，商业贷款取代房贷，成为银行新的增长引擎，谁能拿下数据中心的单子，谁就是 BOSS。 第三，保险业的苦肉计，短期看理赔，长期看共同付费模式带来的毛利回升。看完以上的分享，如果你问，那我现在应该冲进去排队拿钱了吗？我只能说，在大马股市最怕的不是没钱赚，而是你为了那一点点的股息，却帮别人站了岗。记住，投行的报告是逻辑，不是圣经。我们要看的是一间公司的商业护城河还在不在。刚才提到的 RHB、Public Bank Allianz， 这些逻辑你带回去自己研究，没有买卖建议。下一集我们将进入这个系列最热也最容易让人又爱又恨的板块，科技与半导体。想知道大马能不能靠 AI 翻身？不要错过，就记得订阅。我是阿福，我们下集见。